2020年是一个让人永远也忘不了的一年，谁也没有料到一场疫情会造成全世界的恐慌，全球经济因为封锁政策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，不少人甚至失去了收入来源，也让许多人开始正视财务规划的重要性。根据一项调查显示，自疫情爆发以来，每10个新加坡千禧一代中就有6个人觉得理财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。27%的千禧一代甚至增加借贷。年龄越大的人士，越来越没有信心自己有能力实现财务目标。追根究底，主要是因为收入的不确定性造成对未来的担忧。另外，也有调查报告指出，疫情也让许多新加坡人开始重新评估退休目标，更多人渴望通过工作以外的其他方式，及早达到财务自由，拥有理想的生活方式。如果这也是你所追求的目标，那么你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，从学习理财开始，一步步向目标前进。哎，好了，老婆，我知道你要跟我说话了，来，坐下。老婆，我跟你说，我昨天看那个韩剧《靠近我 Penthouse》，那个女主角呢，她用那个吸尘机看起来很好用，而且我的姐妹淘呢，她们都说很好用，连广告词都说口口龙卷风，全部吸到空。老婆，我们家的吸尘机坏了吗？坏了，你看我一直吸不出，你看。哎呀，乖啦，不要买啦。就让我买吧。多少钱？哦，very cheap，不到1000块，999。哦，什么？999？不行，绝对不能买。想当年，我说我要买吹风筒，你说可以，但是只可以买2手的，结果。不是吹风筒的问题，是你手残笨手笨脚的。好，以上都是我不会用。那以下呢？有一天你说你要剃胡子，你去买个很 cheap 的剃须刀，结果……太可怕了！我差一点毁掉我这个俊俏的容颜呐！是不是？连你都怕，所以你就让我买吧。哎呀，不要啦，老婆，你现在要学会省钱，以后我们才可以提早退休，才能够圆你那个法国的梦嘛，对不对？再说啊，我们要懂得省，这样子银行里面的钱才会生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先问问看，你们有没有储蓄的习惯？有啊，大家都有啊。哎，对大家都这么乖啊？从小就开始储蓄吗？没有，不同年龄有不同的习惯。对，那位林伟明先生，因为你请说不同年龄的时候，你的收入不一样嘛，经济情况不一样的时候，收入不一样的时候，你就有不同的安排。我要问一下 Renatus， 因为 Renatus 才是学生，你有没有把零用钱的一部分存起来？有啊，肯定啊，因为我父母从小到大都教我储蓄的重要嘛，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比较穷过一点啊。好，我现在要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你们怎么储蓄？之前呢，我是先用完了钱才储蓄，可是现在近几年呢，我觉得那个薪水一进来就要马上隔开那个8仙，放在一个投资或者应急户口，然后剩下的呢就是我花费的钱。我觉得这样子呢，我就可以很有纪律的去慢慢的看那个储蓄可以增长。其实就是要分开一个 20%，然后你的月中的时候就要开始计划你下个月要花费
备什么东西。我要补充一下啊就是其实储蓄还有一个是紧急金、紧急备用金，这个是很重要。这个是可能你一个月需要2500，然后你可能需要半年或者是1年的一个救助金，然后你存够了这笔紧急救助金之后呢，你才开始谈所谓的储蓄，救命钱的意思啦。救命钱啊 ，Don't touch 啊 ，Don't touch。连凯，你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？其实一开始从小，因为我爸爸本身是喜欢储蓄的，我不懂为什么，就他有赚一笔钱，他都会去放 FD， 就会拿到一些铺满，就有骆驼啊什么样子的那些动物，他都会带回来给我们。然后爸爸就跟我们讲啊，只要填满它，那些钱都是你的，就有那种储蓄的那个兴趣去填满那个铺满，然后就拿这些钱去进银行。我是反而觉得小时候你存钱还容易得多哎。我小时候很喜欢存钱，零用钱是2块，我也可以存个1.5块还是什么，就感觉就很多，很容易存。我同意Emily 的看法，其实小时候比较容易存钱，因为我刚做工1年多了，可是我一刚开始做工的时候就发现我要缴这个单，要给父母，要给insurance 全部还得完。其实以小时候来讲，真的没有那么多负担的时候，会存的比较多。就像我刚刚第一份工1500块而已，可是我父母说，你现在赚1500块，那你每个月要给我500块。你当时是说1500块扣了10我存1100，扣了500块剩500块，那500块我怎么活？然后就一直埋怨，为什么要给你这么多钱？然后我很好过你嘛。其实我父母其实也不怎么花钱，他其实帮我存钱了。你看你的父母多么好，其实他是在帮你的 force savings 啊。老公，你看我的脸，很美啊。没有，你认识我的时候，我是细皮嫩肉、吹弹可破的。你看我现在，你现在还是一样啊，跟以前一样美啊。你戴眼镜，是不是？毛孔又粗又大，肤色又黄的，我需要新的保养品。新的？喂？要买？对。还买？耶！已经有这么多了，不准买。How dare you！ 老婆，我觉得我们家里应该要买一个跑步机。不用了，老公，你已经很 fit 了。什么？我需要一个新的跑步机，我才可以练我的 stamina。新的？又买？还买？你已经这么多健身器材了，不准买。How dare you！ 老公，我需要买一个包。你是要买叉烧包、莲蓉包，还是叶子梅大包？不是啦，说真的，我没有一个适合的包包，我需要买新的包包。新的？耶！又买？对。还买？喂！已经这么多包了，不准买。How dare you！ 老公，我们好像花太多钱了，这个月我们没有伙食费了。我吃什么？我吃西人嘛。不用吃西人，我请你吃草吧。How dare you！ 你知不知道，有时候省得越多，不代表存的就会越多。省下买书充实自己的钱，最后失去成长的机会，失去自我增值后带来的机遇。省下正餐的费用，改吃泡面、饼干，最后赔上的是健康，付出的是医药费。因此，我们要学会把焦点放在事物真正的价值上，而不是盲目省钱而忽略背后的意义。除了省钱，我们也应该学会如何花钱的次序。对，花钱也分先后的，比如上课进修和买一台水果手机，哪一个应该优先选择呢？简单来说，不可能创造价值的消费，就尽可能延后。把花钱的先后顺序弄清楚，你离目标的距离才会越来越近。老婆，我好像是中了。
不是很确定啦，不过好像真的是中了嘞。老婆，哎，喂，你干嘛？啊？干嘛戴 mask 还跑这么远？什么事？你不是中 COVID 吗？不是啊，我是说我很有可能中了多多啊，2万块耶！好多呢。我昨天呢去买了多多，买了我们2个人的3围来，买了什么25、30、31、32、33，哦38。我听人家说啊，这种突然间飞过来的横财呢，要懂得怎么去处理。有些人说应该要把它全部花掉，我说应该存起来吧。啊，老公，人家说横财要全部花光，不然呢会招来厄运的。是，我好像也是有听过哎。这样吧，我们就把它全部花光光。花光。让我们体验一下做土豪的感觉。我终于可以买我的这个梦寐以求的买什么？牌包包，然后lipo section， 然后拉皮，然后 Botox。等一下，怎么全部都是你的？那我的呢？当然有，要奖励你啊，因为是你买的嘛。我就跟你买按摩椅，哇 ，massage chair， 自己的钢锅。不过我现在在想哦，如果说一下子把钱全部花光，这也不应该嘛，对不对？应该花1万5，然后5000块呢，就拿去存起来，对不对？存起来。1万5啊？No massage chair, but my diamond。我说啊，这个2万块呢，1万拿去花，那另外1万呢，就有5000放在储蓄里面，再另外5000呢就放在定期存款，如何 ？No liposuction 自己撒，No more 拉皮自己拉。我想想啊，现在外面的世道真的是很糟糕，应该要未雨绸缪。我们这样吧，只花5000，1万5存起来，如何？5000也是可以买东西的。这20牌的包包还是可以买啦。对。哎呀，你让我看一下彩票，让我感受一下那个幸福，不然我感觉不到。老公，数字好像不对。怎么不对呢？来，我看看。不是。老婆，我买了2张啊，对不对？那个是上个星期的，然后我就担心他们会混淆，所以我就把其中1张丢掉了。谁知道丢掉的那张很有可能就是中的那张哦。啊！太惨了，20牌包包也没有了啦，去东宝路吃饱。所以，大家都是没有目标，大家就是喜欢看钱生钱。有没有人是为了达到一个目标，我要买房子？我要买包包，有没有人为了这些目标而存钱的？我是有一个来买房子的目标，可是我的铺满永远不满，就是一直存不到，尤其现在有 online shopping。哎呦 ，online shopping 真的是害死人呐！我觉得真的有，就是他手一定会很痒，去想要买。对，你的手很痒，对。然后而且你每次看到有 sale， 可是你买那个 sale 买到来，它比你平常会逛街还要很多，可是你铺满就是永远不满。问一下 Karen， 你有没有用什么方法？就是除了就是自己的钱要省几%之外，有没有什么方法你省更多？好像去年啊，有那些11 sale 啊，7 啦，9 啦，就是没完没了的。过后我就发现，其实我有一点 overspend 了，所以我就以前呢，我可能是1个月看1次的那个账目，然后过后我就发现 OK 不可以了，就每个星期要看一下我的那个 credit card bill 到底有没有爆满。当我比较有纪律的去看我的开销，我就比较会不要再去 overspend。我觉得有时候有朋友一起鼓励或者 accountability 啊，对我很有帮助。虽然女生时常买东西，可是当男生一买东西的时候，就一次过花很多钱，就是买一个电脑啦、手机啊，还是手表？手表啦、兰博基尼啦、跑车啦，yes， 明耀。其实我是想说或者补充一句，就是与其看我收入有多少，看我花费有多少，就是
我过去3年半的时间内都有每个月都会去看我花了多少钱，然后你时间一久了，我就发现自己本身会花大概是1500到2000块的钱，你就懂你之后的那些工作的计划就一定要多于这个数目，然后你就会有信心的说我有能力可以存到钱了，就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可以换一下。其实我也是很认同明耀的说法啦。其实电话都会有一些 app 是可以记录你个人的一些每个月的花费，然后你可以看到你的 graph。当你发现你的 expenses 比你的 salary 高的话，就是你动用到上个月的储蓄的话，你就要找出问题。其实你赚多少是没有关系的，真正是你能够存下多少。有意思，有意思，存下的才是你的。老婆，我想到了一个可以让我们一夜之间就可以发大财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看到网上人家用这个无人机把货送到山上去，那么我们一样可以用这个把食物送到你家去，什么披萨啦、汉堡包啦，全部都可以。老公，你真的是很有头脑，很有智慧。But 人家用的是无人机 ，OK？ 那个再送食物、再送货物啊，你这个 Toy Story， 你以为你在玩 UFO 啊？哎呀，那好了，只好牺牲你了。我什么？你去啊。我去哪里？卖啊。我卖什么？卖饮。不是啦，是第三声饮料。哎呀，我说你很有创意嘛！现在又这么流行做什么健康饮品，我们卖健康饮品肯定赚大钱的。没有那么容易的啊！你要付店租、人力费、材料费，扣除这些成本啊，才有 profit， 才有钱赚的嘛。你到底是不是早稻田大学经济学的？哎呀，你要一夜致富，我们要从长计议 ，all right， 蛮辛苦的 ，OK。好了，那这样子只好出最后一招了。欧巴，卡基玛，回家拿长线哥那个，你跟我走，欧巴，切吧。老婆，你好什么？我只是要去买多多OK， 这一把啊 ，wear a mask，OK， OK， bye， thanks， 有些人暗自觉得自己有机会成为一夜致富的幸运儿，于是买彩票不手软。毕竟有买有希望，不买有遗憾。有些人相信走捷径也能够成为亿万富翁，盲目的投入所谓的高回报投资中，因为传言中的成功人士都是这么做的，但是却拒绝相信自己也会有血本无归的一天。与其把希望投注在别人画的大饼上，何不好好学习理财知识，把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？哇，老婆啊，你是怎么搞的？买了这么多的护肤品啊？哎呦，没有啊，我没有买新的啊，你看。你不要骗我，我知道这个牌子很贵的，你根本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，你。那你这个是什么啊？你这是新手机对不对？哎，你什么时候有钱去买新手机呀？什么话？这个是我的朋友，他用过了不适合，所以他说送给我。再说我现在做直播嘛，对不对？很需要一个像素比较好的一个相机啊，对不对？啊。自己有钱去买新手机，不加我的家用，老公，说真的，你有没有去学别人去藏私房钱啊？哇，你这句话不对嘞！哎，我们是 build on trust 的吗？对不对？你这样讲我很恨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可能会做这样的事？我怎么可能会有私房钱呢？老婆啊，你该不会是学别人藏私房钱吧？干嘛 ，please！ 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？Oh my god！ 是 ，No way！ 一般如果不是放在饼干盒，那就是米缸里头喽。
我把钱藏这里，不会被你发现。大家在这个阶段对自己所存到的这个存额满意吗？蛮满意的，其实。我明白了。哦，你们都蛮满意的啊。当然，从来没有什么听过人家存钱致富的，所以应该投资吧，我是觉得，所以我们要把那个钱用出去了才会有价值，只是存在那边的话，反而只会贬值因为通货膨胀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通货膨胀，其实对我们来说，小时候其实是没有概念的。然后直到长大，你才发现说，以前50块可以买的东西，跟现在50块能够买的东西，真的是有差别。你才感觉到那个钱币的价值一直在贬值。所以你又得再进一步，你存下了之后，你得要想办法去让它增值，或者至少不让它去贬值。这个时候你就可能要做一些投资。一向来从小爸爸妈妈带我们去银行做这些 FD 这些手续，就慢慢长大过后就有发现到它的那个好处了。可是对投资来讲，其实是不懂什么是 FD，只知道银行会给钱。哦，对，只知道你就把钱放进去，银行就会给你利息就对了，而且利息不错的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就爸爸妈妈就讲，这边银行可能要放几个月，过后又再跑去另外一个银行去放更高的利息，就会去寻找哪一个更高的。可能那时候对爸爸妈妈来讲，这是他们唯一的投资，可能他们懂的知识就在这方面啦，我觉得。不好意思，这个月的家用又拿家用？不是才刚给了你吗？那100块。Oh my god！ 你到底是不是早稻田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啊？根据通货膨胀，2010年的1块钱是现在的1块2毛1，也就是说，现在的100块钱呢，只能够买79块的东西。According to inflation rate, you have to pay me $121. 什么121块 ？Yes。没有了。10块要拿去吧。你到底是什么大学毕业的？以前我们100块钱每天都可以吃鲳鱼，现在100块钱每天都可以吃冰鲮鱼。是啊，真的好久没有吃鲳鱼了。你记得吗？以前我们看电影《一张票8块半，现在一张电影票13块啊！呀，不过说真的，以前的电影比较好看，现在炒冷饭看来看去都一样。我跟 Anthony Chen 说吧。Anthony， 记得吗？以前我们去喝咖啡屋1杯才7毛，现在1杯1块4。哎呀，以前的咖啡比较香浓，现在等于喝热水。以前我们去吃鸡饭，1包才2块，对不对？现在1包要5、6块啊。以前的鸡饭肉很多的，现在只有那几片，还不要紧，还给你扁扁呢。是不是？以前比较好。你比较喜欢以前还是现在？我当然是比较喜欢以前哦，更加喜欢以前的你啊。喂，你以前45公斤，现在55公斤，不要说是通货膨胀，连人都膨胀了。How dare you！ 有些人认为钱不拿来用，就失去了它作为钱的价值，所以与其存在银行，不如花了让自己更开心。这个想法不完全正确哦。存在银行的钱价值还是存在的，不过它的价值会被通货膨胀慢慢侵蚀，变得越来越低。与其被动地接受财富缩水的命运，不如积极学习如何让现有的价值翻倍，不用再担心通膨带来的威胁。Hello, I'm Sharon. I'm Darren, and you know what? We want to reward our Money Home viewers with some amazing bonuses and some exclusive behind-the-scenes videos. And Darren's bloopers. Plus, you stand a chance to win amazing prizes as well. So just click onto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or just scan the QR code to find out more.
可以病死啦，但是你不可以没有钱还医疗费。拥有一份重疾或医疗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万一你有什么3长2短，我不会哭，因为我已经帮你买了100万人寿保险，耶！